儿子生病那天，哭喊着要找邻居阿姨，我想哄他，可他抓着我的手狠狠咬下。都是你这个坏女人，如果不是你，爸爸和许阿姨早就在一起了。我看向靠在宋正安怀里休息的许彤，突然发现丈夫和孩子都那么陌生。后来我留下离婚协议，申请加入10年驻守边疆。都说舍小家护大家，他们远不及国家重要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江西这次任务最少要去10年，而且不能跟外界断联系。你有老公儿子，真的可以吗？收到申请时，我的领导吓了一跳，毕竟这次任务完全没有考虑过我。我点头毫不犹豫答应。领导，请您相信我，我跟宋正安已经考虑离婚，孩子也替自己找到了好的后妈，她很温柔，宋远很喜欢她，我没有后顾之忧。大概是我的声音太过于坚定。领导叹息一声，江西边疆条件艰苦，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。你确定你要调去那边？你能吃下这份苦吗？我嗯了一声，心中的想法更加坚定。我从小就不怕吃苦，不管是吃住条件差，或者高强度工作，我都可以应对。领导，请你批准。对面的人哽咽了1秒，眼眶通红。江西，我们并不保证你能安全回来。这10年期间，如果你不在了，或许没人会记得你，哪怕你如此伟大。他想用更大的困难击倒我，可我只觉得更加坚定，因为这一切我都知道。我的妈妈就是在那没的，并且死亡至今一直都没有公布，除了我，就连家里人都不知道。领导，我不去，也总有人会去。边疆需要我，需要更多的人守护，所以妈妈走了有我，我走了或许有我的孩子，别人的孩子，一直传下去，这就是传承。我们从没有垮下的一代。我语气坚定，身居一公。领导同意了我的想法，自此我将以卧底的身份支援边疆，誓死守护那里，守护那里的人民。回到家门，我深吐出一口浊气。宋正安并不在家，客厅里满是宋远的玩具，还有垃圾。我并没有收拾，而是把这些年的积蓄放到一起，存到了一张卡上。这次申请边疆，上方给了我一大笔钱，但我没有动，这些钱理应留给更需要的人。至于宋远，我能给他的便是卡里攒下的积蓄，算还了这一世的母子情。好在他也不爱我，并不会因为我离开而感到难过。爸爸，许阿姨，我还要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在我呆呆地注视前方之际，宋远回来了，他窝在许彤怀里，另一只手牵着宋正安。至于他说的游戏，大概率就是被抛到半空，然后被2人接住。江西，你回来了。看到我在客厅，许彤惊慌地把宋远放下，揉搓着手，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宋正安上前一步，呈现出保护的姿态，就连宋远都不例外。他像一个战士，伸出自己的双手，恶狠狠瞪我。老巫婆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走了就别回来，在这死皮赖脸干嘛？我压下喉头的苦涩，想上前摸摸宋远的脑袋，可他毫不客气地打在我手上，一阵刺痛传来。老巫婆，别碰我，我最讨厌你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一家3口就不用分开，许阿姨也不用在外边住。你别碰我，我讨厌你。被自己儿子一口一个老巫婆叫着，我还真是失败。小远，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。好在他有一个温柔的许阿姨，儿子很听他的话，听到没有宋远，跟妈妈道歉，否则今晚没有故事听了。在许彤强烈的注视下，宋远不情不愿走到我面前，
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我摸摸他的脑袋，并没有责怪他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的孩子。我要走了，对他自是亏欠。小远，妈妈陪你玩好不好？为了珍惜最后一点时间，我温柔地蹲下身与宋远平视。他看了看身后的许彤，扭捏地走到沙发上。不用了，我今天的家庭作业还没有做完。话落，他自顾自打开书包，没再看我一眼。倒是许彤有些不自在地冲我道歉：“抱歉，江西，孩子的功课繁忙，并不是故意不搭理你。要不你去房间休息，孩子交给我就好。”多自然的道歉方式，我心下一痛，疲倦地回到房间。那是我的儿子，却需要别人替我道歉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这个家的第三者，插不进这个家庭。傍晚时分，饭菜好了，宋远来叫我。他怯生生地敲响房门，语气哀怨：“妈妈，你已经多懒一天了，吃饭还要人喊，怪不得爸爸不喜欢你，懒货。”许阿姨忙了一天，也不知道帮忙，她看起来很不开心。我揉了揉发胀的眼，刚想问她怎么了，就看见许彤坐在沙发上，他手里拿着宋远的书本，温柔恬静。宋远冲回去坐到他身边：“我已经喊妈妈了，现在可以继续讲故事了吗？”这句话让他刚刚对我的拒绝变成一把利器，戳入我的心脏。原来不是很忙，只是不想跟我玩。许彤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急忙起身：“饭菜弄好了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。江西在，他可以照顾小远。”“我不要！”宋远立刻抓住他的裤腿，小嘴一瘪，仇恨地看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一回来，许阿姨就要走。我不要你，我一点也不想看见你。”我抚摸着手腕上的疤痕，很疼，那是宋远咬的，但再多皮肉之痛也比不上此刻心脏的疼。但我没办法，只能挤出微笑：“留下吧，小远离不开你。”这让宋正安很是意外，毕竟这些年我因为宋远和许彤发生了不少争吵，包括宋正安，我责怪他总是麻烦别人，导致儿子不亲我也不爱我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宋远都会哭喊着躲在许彤怀里，倔强的不肯再看我。比起他们，我更像一个歇斯底里的杜甫，非要破坏一个家庭。那吃饭吧。许彤总能应对各种变故，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我抹去所有不舒服，坐到餐桌。这顿饭是宋正安做的，他很了解宋远和许彤的口味，做的都是辣菜。相反，我吃不惯，只吃了几口便拼命咳嗽。许彤一边给我轻拍几背，一边起身打算再做几个菜。我怕宋远不开心，急忙拉住他：“不用了，吃这些就够了。”因为剧烈咳嗽，我呛出了眼泪，但宋远还是不开心。他故意加了一堆辣椒给我，得意扬眉：“妈妈，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你没学过吗？”我捂了捂胃，看着儿子灿烂的笑容，毫不犹豫吃了下去。宋正安想要阻拦我，可我只是笑笑：“没关系。”“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要走了，让儿子开心一些，是我身为母亲应该做的。”但我还是高估了我的胃，几乎刚下饭桌我就疼得直不起腰。这是常年工作不按时吃饭落下的病根，落在宋远眼里就是装。妈妈，你如果不想吃，可以不吃，吃了又假装站不起来，不就是想赶许阿姨离开吗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，没有人会信你，就连宋正安也不赞同看我。江西，闹够了就起来。没有人搭理我，他们收拾碗筷回到了厨房，三个人聚在一起说今天的趣事，谈论天地，而我紧紧捂住腹部，疼得出了一身冷汗。难过吗？当然是难过的，但更多的是欣慰。这说明我走之后，宋远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不开心，宋正安也有人照顾。想通以后，
我费劲的起身找药吞下，温水下肚，胃里舒服不少，我才有力气坐到沙发上。厨房里的三人也已经忙完，宋远正在洗手，他把水打在许彤脸上，扭动着身躯：“不妈，不妈，我今晚就要许阿姨哄我睡觉，我不要那个老巫婆。”可许彤有些迟疑，她到底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有些事情不好做主。宋正安擦了擦水渍，抱起宋远，无足轻重地回答：“留下吧，是他自己不讨孩子喜欢，你不要有压力。一句话，给我这个母亲判了死刑。”宋远很开心，他激动地在宋正安脸上落下亲吻，伸出双手要许彤抱。这一幕太过于温馨，我的手有些僵硬，下意识想逃离，然而现实不允许我这么做，因为宋正安朝我走来，脸色嘲讽：“是你自己不知道回来，我以为你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家和儿子，也难怪小远不亲你。”宋正安，我想开口说离婚，可目光接触到宋正安的眉眼，又木讷地停住。江西，我没心情跟你吵，孩子不喜欢你，你该找找自己的原因。我知道，这算是我对宋正安做出的回应，但我又该怎么做呢？当初生下宋远，我放弃了工作，每天陪他，一直到他牙牙学语，才安心的出去上班。可宋正安还是不满意，或许他不满意的是我这个人。我一直都知道，许彤是宋正安的初恋，他住在隔壁是因为他，照顾宋远也是因为他。他们这段爱情轰轰烈烈，感动世人，也感动我，所以我成全他们，也越来越深。宋远的卧室里传来许彤温柔的读书声，他讲得绘声绘色，引得宋远一阵星星眼。许阿姨，你真是太棒了，真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，照顾我一辈子。由于困倦的原因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但我还是听清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去守护我的家国情怀，而宋远实现心愿。我走进卫生间，拨通自己父亲的电话。要说我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父亲，可听说我要去做的事情，他没有沉默，而是不停说好。小希呀，爸爸知道你的妈妈或许不在了，但你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告诉我，爸爸不怪你，也不怨你妈妈，这本就是你们的职责。你放心，不管正安会不会再婚，我都会照顾好小远，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眼泪自眼眶流出，我忍不住叹息：爸，对不起，但我必须去完成我的使命。将卡里所有积蓄打过去后，我挂断电话，久久不能平息。宋远已经睡着了，家里静悄悄的，我蹲在地上痛哭。有些事情不得不去做，也不能不做。好在有人理解我。正安，在我哭到不能自已的时候，许彤的声音传来，他似乎刚哭过，语气带有浓浓的不甘。正安，我陪在你身边那么多年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。我如今年纪大了，越来越喜欢小孩子，也渴望有个家庭。宋正安，我等不了你几年，你总不能让我一辈子做个没名分的情人吧？许彤的声音很难过，我理解他。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人，他拒绝了很多工作机会，一心一意看护宋正安的家庭，他付出了很多，我也正视这份付出。许彤，宋正安的声音疲倦，隐约还有些烦躁。我说过，我现在不想考虑那么多。江西还在家里，你不应该这么大胆。如果被他听到了，又要闹。他的话像极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。我捂住嘴巴，和宋正安的婚姻是我主动的，没有那么多浪漫情节。他需要婚姻，而我需要安稳，这是父亲奢求的。他想看到我结婚生子，有自己的血脉，而不是等到牺牲还一无所有。所以我嫁给了宋正安，也算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。可后来，
一张照片打破了所有宁静，那是许彤和宋正安的合照，两个人都很青涩，甜蜜地靠在一起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这段看起来相敬如宾的婚姻只是我以为的。直到许彤出现，我一直假装不知道他的身份，歇斯底里的胡闹，换来了一次又一次责骂。宋远厌恶我，宋正安烦我，我累了，真的很累很累，也觉得生命到了新生的时候。当天晚上，我睡在沙发上将就了一夜。宋远起来的时候没注意到我，把书包砸在我头上。宋正安并没有责怪他，只是在看清我时，眼里有一抹不自然。江西在自己家睡沙发，怎么想要玩苦肉计？这些手段你还没有玩够吗？醒醒吧！宋远大了，不会再相信你。我张嘴想要解释，但想了半天，只是看向宋远。妈妈今天送你去上学好吗？给你买你最喜欢的玩具。我是那么渴望与儿子好好相处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以后他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我。但宋远的脸色一瞬间就变了，如临大敌。不用，徐阿姨已经在门口等我。爸爸，我们快走。为了防止我真的跟上去，宋远的速度很快，不一会就消失不见。我咬了咬牙，没有过多强求。中午，我去看了一眼父亲，他老了，宽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更显单薄。可明明前一年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。小希，我知道你这次来是干嘛，爸爸不拦你。小远那边你也可以放心，你走吧，爸爸会一直停留在原地，等你和妈妈归来。你只要记得回来就好。等这个字说起来简单，可父亲等了太久太久，等到头发花白，到现在他没有等来远去的妻子，又要送走女儿。我哽咽地跪下，磕了3个响头，这是儿女最后的牵挂。做完我并没有回头，转身离开原地。我害怕看到父亲哭泣的脸颊，也害怕自己心软。父亲懂我，他并没有阻拦，只是目送着我离开。时间接近黄昏，我收拾好衣物，把离婚协议放在床头。宋正安还没有回来，如此便好。我不是一个擅长告别的人，可时间总是那么不凑巧。我出家门时，与宋正安四目相对，他看了看我手中的行李箱，轻飘飘开口：“这是要去哪？”“出去工作。这些年，我时常出任务，也会去其他地方。”宋正安不觉得奇怪，拿着钥匙打开家门。就在我想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再次回头：“江西，你不问问儿子？”我有些奇怪，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。小远不是由许彤照顾，他突然来了气，把我的行李箱一脚踹倒。“江西，那是你的儿子，你这样一声不响离开了，有没有考虑他的感受？”我想到儿子那张冷峻的小脸，如实回答：“宋正安，这些年在你的教导下，小远与我并不亲近。我不知道你在闹些什么，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”第一次争吵，我想让许彤别再出现。宋正安打了我一巴掌，疼得我头晕目眩。那一整晚我都没有睡。之后我不再插手宋远的教育，对许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么些年一直是这样，不管我怎么讨好宋远，他都不喜欢我。江西，小远还小，你也要跟他计较吗？我摇摇头，捡起自己的行李箱。宋正安，我没有和任何人计较，我只是要外出工作。我尽量平静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。宋正安再次将行李箱踢倒。江西，你走了就别回来了。好，我在心里回应。身后的房门被重重砸响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宋远的幼儿园，隔着很远，依稀能看到他快乐的身影。随同的军人疑惑出声：“江同志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们可以让孩子见你最后一面。”“不用了，
我看到早早来到大门口等待的许彤，她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母亲。没有我，那个家会更加幸福。我又何必再出现？也许是心有所感，宋远突然往这看了一眼，又欢快地抬手跟许彤打招呼。我摇上车窗，车子驶出市区。这一别，大概是永别。我离开1个星期后，宋正安有些烦躁。许彤再次向他要名分，他陪在宋正安身边太多年，不想再浪费时间。许彤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这是宋正安第一次正面回应。许彤愣住。宋正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放弃那么多机会，住在你隔壁，替你照顾孩子，是为了听你这句话的吗？许彤，房子是我给你找的，照顾孩子我也付了工资。在宋正安看来，他只是帮助这位曾经的爱人，并没有其他想法。宋正安，你把我当什么？许彤生气地离开，门被砸响，吓坏了一旁玩积木的宋远。他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在宋正安想要离开时，抓住他的裤腿。爸爸，你要去哪里？宋远年纪尚小，离不开大人。宋正安下意识想喊我的名字，可话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。因为我出去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想到这，宋正安觉得越发烦躁。他把宋远带到了我父亲那里。宋远好几天没看见妈妈，难得问了一嘴，父亲只是摸摸他的脑袋。妈妈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了。这句话让宋远手中的水杯滑落，心里没来由的慌。爸，江西去哪里了？都1个星期了，明知道小远离不开他，你不知道。指责的话淹没在父亲的震惊中。宋正安不由得想起那天我的行李满满一大箱，像是要出远门。他不是去工作了吗？宋正安拿过扫帚，强装镇定。看他这副样子，父亲什么都明白了，叹息一声，西西说他已经申请离婚，他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以为你知道了。正安，这些年你和许彤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既然西西选择了放手，爸也不多说什么，只希望你能好好对待宋远。宋正安险些抓不稳手中的扫帚，可他依旧抱有一丝希望。爸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们没有要离婚。正安，你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心思被猜透。宋正安干脆丢掉扫帚，坐到我父亲面前。爸，我和许彤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只是偶尔替我照顾小远。你也知道江西工作忙，我只是给他减轻负担。他说这话我父亲是不信的。当初因为许彤，我没少回娘家，就连宋远那么小的年纪都能对他有那么深的喜爱。要说不是宋正安教的，没有人信。更何况许彤与宋正安的事情，早在我们吵架那会就闹得人尽皆知。爸，正安，西西已经放下了，你就跟许彤好好过日子。他下达逐客令。宋正安不服，拉着宋远看他。爸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和江西都有一个孩子，您不看在我的份上，也要替宋远考虑。难道你忍心他那么小就没了妈妈？求你告诉我，江西去了哪里？在宋正安看来，我顶多耍耍小脾气，只要他一哄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可他不知道，我这次加入的是机密工作，就连我的父亲也找不到我。那天，宋正安跪在我父亲面前，他虔诚地请罪，为以前不恰当的事情忏悔。可他依旧没有得到我的位置，到最后没办法的他只能找到我工作的地方。他嫌少去那，门卫并不认识他，自然不肯放行。宋正安气坏了，他扯着嗓子大喊我的名字，闹得不少人前来观看。有热心的人甚至提出帮他寻找，可说出我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。先生，这里真的没有叫江西的工作人员，你看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不可能，我曾在这生活过很多年。刚结婚时，
宋正安也来过这，不可能查不到我的信息。你再找找看，实在不行，你帮我问问，有没有一个叫江西的女人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宋正安第一次感到绝望，可不管查询多少次，亦或者问遍了来往的人，都不认识我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再也找不到我的痕迹。正安，最后是我的领导亲自接见了蹲在门口的宋正安，他并没有解释我去了哪里，只是让宋正安回去。你回去吧，江西去了他该去的地方，如果你不想连累他，就放他飞。领导转身欲要离开，宋正安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痛苦地拉住他，请您告诉我，江西去了哪里？我知道他生我气了，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但我们还有个孩子。宋正安，该说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再胡搅蛮缠，我不介意让你进去蹲几天。领导转身就走，宋正安没有再跟，他知道找不到我的情况只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执行秘密任务，而另一种是我骗他。很显然，现在只能是第一种。又1个月过去，宋正安在家里等的头发都白了几根，我还是没有回去。从来没有一个任务需要那么长时间。宋正安慌了，他找到自己在政府工作的朋友，想要打听我的行踪，可是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显示查无此人。这对于宋正安而言是打击，对许彤来说就是好消息。他故意串通了宋远，在1个夜晚穿着白婚纱在家等宋正安，他想要逼婚。宋远很高兴，他兴奋地拿着小气球，期待许彤成为他的妈妈后再给他生一个小弟弟。可对于宋正安来说，这都是惊吓。他打开门时，甚至被吓得往后退了1步，随即他又以为是我，大跨步朝前走。江西，来不及开口的话与许彤僵硬的脸庞映照在一起。朋友适时转移话题，正安就是太高兴，太会喊错人。对的，到底是年少情深走到现在，跟别人可不一样，亲一个亲一个。小远，快喊爸爸亲一个！起哄声此起彼伏。许彤红着眼靠近宋正安，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，最长的那个叫做来日可期。砰！可宋正安踹掉了准备好的一桌惊喜，言辞犀利。谁让你做的这些？许彤，我想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从前不喜欢，以后不喜欢，永远都不可能喜欢。宋远被吓哭，许彤羞愤地离开，剩余的3两朋友也不敢多话，一个推一个逃离。宋远，宋正安蹲在儿子面前，放低声线：宋远，你只有一个母亲，那就是江西，可你明明更喜欢许阿姨。宋远抽噎着回应。宋正安脸色惨白，连小孩子都能看透的事情，他当然明白。他从前只是默许了那一切，又或者他享受着游走在2人之间，直到我的离开让他难以接受。宋正安想了半天，想要在儿子面前挽回形象，可一切辩解又显得那么无力。爸爸妈妈去哪了？大概是宋正安太久没有回应，宋远开始找我，这让宋正安更加没法回答，只能找了个理由糊弄他。夜晚，宋远睡着了，宋正安踏进卧室，自我走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踏足这里。他害怕看见不该看见的，现在他确实看到了。我丢下的离婚协议，我什么都不要，连宋远都不要，只想离婚。这让宋正安很愤怒，他生气地撕掉了手里的东西，撒在空中。过往的回忆在此刻格外清晰，那些他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，就像利剑插入他的心脏。宋正安后悔了，他后悔帮助许彤，也后悔这么多年一直让他横在我们中间。可后悔终究来不及了。25年后，我双腿残疾，光荣下岗，边疆的人民为我送来花和锦旗，
我也在25年后见到了我的儿子，他长大了，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而我，岁月不仅夺去了我的光阴，还夺去了我的容颜。我一只眼睛瞎了，半张脸几近毁容。宋正安有些不可置信，他白了头发，眼眶里满是泪花。好久不见。说出这话时，我的嗓子嘶哑粗犷，仿佛被火车压过。好久不见。宋正安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我没有安慰他，只是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地方。到这的25年，我参加过大大小小不下20项卧底任务，捣毁了7个毒窝，缴纳毒品几百斤。而这一切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也是我身后千千万万个无名氏的功劳。他们有些至今都没有公布名字，只因为任务还在继续。接受勋章时，宋正安选择背我上去。他老了，走路有些许慢。我本想推辞，可他硬拉着我上背。我是你的丈夫，也是你的依靠，当然需要背你。我没再拒绝。爬上宋正安背时，他摸到了我空空如也的裤腿。疼吗？这是自见面来宋正安问的第一句话。我摇摇脑袋，早就不疼了。比起我的战友经受的，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。至少我还活着，活着回来了。而那些累累白骨却在任务中被折磨致死。江西，我始终不明白。宋正安回忆起了过去。我咳嗽几声，急急打断他。宋正安，那都过去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从不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，哪怕我此刻已经残缺。宋正安明白了我的想法，他安静地退到一旁，与儿子站在一起，注视着我的荣耀。我只觉得想哭，很想哭。台下的新一代正在看着我，他们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，但眼睛又是那么明亮。我深鞠一躬，并没有多言，因为我的使命到此结束，而这次弯腰是传承。事情结束后，我被送往了医院。经过医生判定，我的寿命即将到达终点，也就是说，我快死了。宋远哭了，他哀嚎着抓着我的手。我回看他，说了句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能陪在你身边，对不起，让你从小一个人长大。这是一位母亲最真诚的愧疚，哪怕他曾经那么伤害我。宋远没有说没关系，他跪在我的病床前，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。妈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对不起，原谅当年我不懂事，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。我只有你一个妈妈。他的眼泪止也止不住，我伸出手想帮他擦，但我无能为力。宋正安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他伸手扶起宋远，跟他刚出生时一样，拥簇着他坐到中间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宋正安也在哭。他等了太久太久，久到儿子成家，久到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，我终于才肯出现。许彤呢？这么好的日子，我本不该说这些扫兴的话，可又觉得无可厚非。当初我离开，也做好了让许彤和宋正安在一起的准备。那个老女人很早就嫁了。提及她，宋远的语气带有不喜，甚至是厌恶。我有些错愕。小远，他到底是你的长辈，看出我误会。宋正安顺了顺我的头发。我没签离婚协议，也没有和许彤结婚。这么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本来我以为等不到了，可你回来了，这就说明我们有缘。江西，宋正安一双眸子里皆是深情。我不自在躲开。宋正安，当初我离开时，你就应该明白我的心意。25年前，我就不要他了。25年后，更不会要。如果说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那就是让我再多活几年，守护好边疆。可那无非是痴人说梦。妈，宋远想要替宋正安说好话，我抬手制止他。
这几年的生活让我逐渐忘记了过去的情爱，也忘记了宋正安的样子。要不是这次再见，我早已记不得还有这么一个故人。宋正安却来了倔脾气，他总是来看我，偶尔带一些过去的东西，这让我倍感困扰。可他又是我的家属身份，不能阻拦。好在平时来看我的人不多，我只要不搭理他，他也只能安静地坐在一旁。住院后1个星期，我去了父亲的墓地。宋正安跟我说，他于5年前去世，走得很安详。可我知道，父亲的一生很苦。他年轻时等母亲，等了半辈子，结果临了还要等自己的女儿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盼到，也没有等到。江西，你后悔吗？宋正安站在父亲墓碑前，低头看我。我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跌下，泪水喷涌而出。我不后悔，可我愧疚，愧对于父亲，愧对于儿子。妈，你别太难过，外公说了，他永远以你们为骄傲。宋远说着，翻出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人是父亲，他更老了，佝偻着腰，但唯一不变的依旧是他的笑容。他说：西西，我老了，不能等你几年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再回来，但爸爸想给你留下一些东西。我的西西，爸爸从不后悔娶了你妈，生下你这么个女儿。你很棒，很优秀，也很勇敢。你做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敢去做的事情，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小家。爸爸认为这比所有事都有意义，所以西西，不要责怪自己，你已经很棒了。最后，爸爸很荣幸替你带大了小远，他这些年一直在愧疚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你，才会导致你的离开。爸爸希望你能别记恨小远，他那时候太小了，母子也没有隔夜仇。西西，望你珍重。最后一句话，我感觉父亲在与我隔空对望，他笑了，笑得那么骄傲，那么绚烂。爸，这一刻，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我哭得不能自已。西西，西西，耳边传来一声又一声西西，有开心的，不开心，也有愤怒的，那都是父亲曾给过我的称呼。如今父亲不在了，陪伴我的只有过去。妈，宋远紧紧抱住我，眼泪滑落。我在心疼我的父亲，而他也在心疼他的母亲。小远，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妈妈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当初远赴边疆，是我认为自己最正确的选择，那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交代，这不怪你。宋正安，还有你，你不用对我补偿，我不是因为许彤才走的，我只是为了自己远大的抱负以及守护边疆的心。说完这2句话，我感觉精疲力尽。宋正安哭着应我，他明白了，这场感情走不出的一直都只有他。回去后，宋正安签署了离婚协议，他愿意放我自由，也不再天天来看我。宋远说，许彤回来了，他见了宋正安，但2人闹得不太愉快。我没有精力去关心那些事情，因为我的器官正在衰竭，每天伴随着太阳升起的还有无尽的疼痛。宋远也明白，他说这些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想让我活得更久一点。可生命到了结束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拦住，包括医生，请家属尽快决定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撑不起眼皮，我太累了，每天靠着各种仪器的生活让我觉得十分疲倦。小远，动手吧。这是宋正安的声音，他也来送我最后一程。我弯起嘴角，在宋远拔下呼吸机时，冲着他笑。小远，不要难过，妈妈能活到现在已经够本了。是的，我从不想感慨生命的短暂，比起那些死在路上的人，我已经偷了太多的时光，我够本了。至于那些阴暗的东西，我相信传承永远不会结束，总会有人勇敢些，更勇敢些的踏出那一步，去负重前行。
守护边疆的烛火。番外宋远。妈妈走后，爸爸的身体一下就垮了。他常常忘记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回家的路。可在找到他时，他总在妈妈的坟墓前。他说他在忏悔，在求原谅。我想笑他傻，可我知道他是在为过去忏悔。妈妈说，不恨他也不怪他，那比恨还让他觉得可怕。因为恨的前提是爱，如果连恨都没了，就说明妈妈真的不在意他了。但我又觉得爸爸活该，我也活该。从小所有人都说我是没妈的孩子，我怪过也闹过，但懂事后我只能怪我自己，哪怕妈妈不怪我。可我也明白，我曾在妈妈的肚子里出生，享受了她一切的爱，却又拿着她的爱当作武器伤害她。后来爸爸也走了，我在这个世界彻底成为了没有靠山的孩子。可我不害怕，因为外面的万家灯火有妈妈的一部分，她永远在我心中。而我希望下辈子妈妈不要再有我这样的儿子，她要幸福，永远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